就在俄军灰头土脸的从赫尔松西岸撤军时，世界的另一边突然冒出一条大新闻。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载有核弹头的先锋级核潜艇突然起火并紧急上浮。据报道称，当时事发地距离俄罗斯领海不远。同时，也有媒体将当天英国新任首相里希·苏纳克一路小跑离开位于埃及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气候落实峰会会场的消息联系了起来，将两件新闻放在一起，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时间，各路媒体纷纷猜测，是否是俄军击伤了该艘核潜艇，全球又是否到了核大战的边缘。已经紧张了大半年的欧洲局势，这几天又增添了新的变数。英国皇家海军的先锋级战略核潜艇胜利号在执行绝密任务的时候，在俄罗斯周边海域被迫上浮，这不由得让人一下子联想到英俄之间是否会爆发直接冲突，乃至升级进入核战争的风险。毕竟英国今年在对俄问题上一直很强硬，8月中旬就有英国军官发表言论，表示英国武装部队正在做好准备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核威胁，并准备时刻反击俄方的任何攻势。两国还曾因为北溪管道遭到破坏以及黑海舰队遭受无人机袭击的事件变得更加紧张。俄罗斯指责英国参与了这两项行动，而失事的英国胜利号核潜艇此次在执行绝密任务时，还携带了多枚3x2型潜射弹道导弹，每枚导弹都带8枚核弹头，等于是直接把核弹骑到俄国人脸上去了。因为此次胜利号的突然起火，自然会被认为是俄罗斯下的黑手。而同一天，英国现任首相苏纳克在气候峰会上的表现，更是将战争的气氛渲染到了极致。当时苏纳克正准备上台演讲，但很快一名助手出现，并对苏纳克低语，谈话大概持续了1分钟。当时苏纳克仍然选择留在会场上，然而又有第2名助手走过来对其一阵低语，最终苏纳克与2名助手一同离开会场。这位刚上任的英国首相突然中途离场的行为，不由得引发人们的纷纷猜测。毕竟苏纳克刚当选英国首相不久，迫切需要在一场国际大会上彰显自己的存在，从而借此挽回英国频繁换首相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所以按照常理来讲，除非有着重大且紧急的事情，必须由英国首相亲自去处理，不然不可能在上台演讲前就突然匆忙离场。英国先锋级战略核潜艇在海上突然起火事件都是在同一天被曝光，因此人们自然会将这2件事联系起来，认为苏纳克的紧急离场正是因为胜利号核潜艇被攻击起火所致。然而事情真的到了开启核战争的地步了吗？很快来自唐宁街的消息人士就辟谣了，他表示首相当天匆忙离场的原因只是与德国和南非领导人的会晤要迟到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跟核潜艇失火事件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并且火力军查阅资料后发现，胜利号核潜艇的事故也并非是11月7号当天发生的，而是在大约6周前。当时的苏纳克还没当上英国首相，胜利号执行的所谓秘密任务是参加英美海军的联合兵棋推演。英国皇家海军与国防部也出来辟谣，表示核潜艇紧急上浮确有其事，但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就是一起火灾事故而已，不是被俄国海军发现而被迫上浮的。事故原因是胜利号在前往美国进行演习的过程当中，电气设备突发故障导致火灾，并在火灾当中产生了有毒气体，因此舰艇上浮进入紧急状态进行灭火，并排出有毒气体。舰长紧急动员全体舰员投入损管，并要求舰员穿上防护服。此后尽管火势很快被扑灭，但出于保险考虑，胜利号最终中断执行既定的秘密任务，最终折返母港，并且事发地是位于北大西洋海域，而不是俄罗斯周边海域。之所以一直到6周后才公布起案件，主要是考虑到时间敏感性，英国官方第一时间选择不声张，等到影响力消散后才披露出来。虽说英国战略核潜艇被俄罗斯海军攻击的传言被证伪了，但了解英国战略核潜艇运行部署机制的人还是会被吓出一身冷汗。众所周知，英国的核战备巡航比较特殊，英国自1997年战略轰炸机和空载核弹退役后，先锋级战略核潜艇就成为英国唯一的核威慑手段，因此格外受到重视。英国现役的先锋级共有4艘，以苏格兰法斯兰港的克莱德皇家海军基地为母港，
为英国提供不间断的核威胁巡逻力量，并且英国战略核潜艇搭载的潜射弹道导弹，其部署模式与美俄法这样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其采用装载后弹不离艇的运作模式。先锋级战略核潜艇使用英法共享的导弹池，潜艇前往美国完成装弹之后，会返回英国装载核弹头，在之后的几年里，导弹都不会从艇上卸下。此次失火的胜利号战略核潜艇上装载了3X2型潜射弹道导弹，万一因为火灾进一步恶化导致潜艇沉没，那可就是真的在北大西洋海底放了一个核反应堆与几十枚核弹头了。还好这场危机最后被及时解决，所以此次事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相当于人类与潜在的核灾难又一次擦肩而过。而此次失火的胜利号是英国皇家海军历史悠久的常用舰名之一。英国皇家海军中第一艘以胜利号命名的是一艘在1785年下水服役并装载有74门火炮的3级风帆战列舰，此后又陆续有一艘风帆战列舰、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和一艘航母被相继命名为胜利号。此次失火的核潜艇也是英国皇家海军第5代胜利号，这5代胜利号中最出名的正是第4代胜利号航母。正是从这艘航母上起飞的一架老式双翼鱼雷机击中了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并恰好卡住其舵轮，才让随后赶来的英国主力舰队抓住机会击沉了这艘2战德国最著名的战列舰。本期主角胜利号战略核潜艇是英国现役先锋级战略核潜艇第2艘，先锋级水下排量15900吨，可携带16枚3X2型潜射弹道导弹。首艇先锋号于1992年下水，胜利号则是1993年9月下水，1995年1月开始服役。先锋级开始建造时，英国尚有空射核武器，但服役不久后，英国的战略轰炸机就退出舞台，执行核威慑的重担就全压在了4艘先锋级战略核潜艇身上。在英国退役战略轰炸机时，英国内部就做了分析，认为放弃空射核武器后，仅依靠潜射核武器，则撑起核保护伞的最低密度是400枚核弹头。先锋级每艘装备16枚3X2型潜射弹道导弹，每枚导弹带8枚核弹头。4艘核潜艇全部处于战略值班巡航状态，最多可提供512枚核弹头。因此，对于英国而言，3艘值班，1艘大修或休整，是维持英国战略核威慑的最低数量要求。因此，4艘战略核潜艇已捉襟见肘。在2015年底，英国这4艘的艇况都较好，因此也算勉强可以维持战略核威慑。但在2015年12月，最初只打算服役25年的先锋号已接近设计寿命，不得不回屋大修。原本这级潜艇大修预算为2亿英镑，周期约3年半，但由于工作效率低下和一连串意外，如今大修已历时6年半。有消息称耗资已突破5亿英镑，但首艇先锋号的回归依旧是遥遥无期。而先锋级中的第4艘复仇号也一直在维修当中，这意味着真正执行核威慑任务的只有胜利号和警戒号2艇。而如今胜利号又突发火灾返回母港，虽然后续消息还未公布，尚不知其完全修复需要多久，但如果胜利号因为此次事故导致长期无法使用，那么英国海军的水下战略核力量就只剩下1/4了。英国皇家海军目前的整体军备水平可谓是航母漏水的漏水，核潜艇老化的老化，新锐舰艇还故障频出，这不由得让人们对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备状态与战斗力水平倍感怀疑。而此次胜利号出现电气故障，进而引发火灾，也算是再一次表现出英国皇家海军所面临的困境了。前卫级毕竟是个冷战末期建造服役的核潜艇了，算到现在已经服役了30年之久了，30年的高强度使用造成了磨损，加上英国工业衰退造成维护与修缮水平下降，出现这种故障也可谓是意料之中了。并且目前英国对核潜艇的维修建造能力相当有限，重点还在机敏级与无畏级核潜艇的建造上，但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项目总成本就高达430亿美元，这对于英国工业而言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靠着这剩下1艘警戒号，一方面是连维持常态化战略巡航都没法保证，英国的核威慑难免会出现空缺；另一方面，先锋级的寿命本身也所剩不多，其核反应堆的剩余寿命就是贴着极限，来等待全新的下一代无畏级战略核潜艇进行无缝衔接。而根据之前的规划，无畏级首舰将在2030年代初期服役。原本英国计划建造4艘新型无畏级来1对1置换先锋级，当时英国经济状况比较好，
内阁和军方踌躇满志地提出1780亿英镑装备计划，其中更换4艘战略核潜艇、5艘攻击性核潜艇便是其中耗资最大的手笔。但如今时过境迁，英国还能否继续这样奢侈，实在不好说。这4艘无畏级虽然早在2016年9月就被正式命名，但此后进展因经费不足和计划多变一拖再拖，至今这4艘无畏级仍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在仅剩1艘警戒号能用的高强度使用下，先锋级能否坚持到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服役，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必须面对的致命问题。而更要命的是，核潜艇本身就工艺特殊，在英国国内就仅有现属 BAE 集团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原维克斯巴罗造船厂可以建造，且该船厂也只有1个船坞有建造核潜艇的能力。如今英国有多达9艘核潜艇即将寿命到期，这唯一的船坞哪怕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也很难在短时间内1对1补上先锋级寿终所留下的窟窿。并且此次核潜艇起火事件并不算是近几年英国皇家海军的首次事故，最近几年英国皇家海军各种大小事故的发生率真的是有点高。前段时间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赴美参加军演，不料在离港后不久就出现了抛锚的状况，只能在拖船的协助下再次回港进行维修，最后不得不让伊丽莎白女王号代替其前去参演。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补给舰维多利亚号也曾在2021年发生过火灾，当时还发生了地勤维护时忘了取下发动机防水罩，导致 F-35B 舰载机坠毁的严重事故。这些一例例的事故无不表明，当下的英国皇家海军已经不是此前那个驰骋海洋纵横世界的皇家海军了。此前英国官方也发表过评估报告，称其海军实力已处于历史最惨阶段，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英国皇家海军未来的实力如何？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